有这样一个问题啊，苏联与俄罗斯究竟能不能划等号？单从理论上来讲，全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苏联本应与俄罗斯没有任何关系。然而，叶利钦于1990年6月12号促成俄罗斯的事实独立，实际上是苏联解体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节点。俄罗斯独立为何意味着苏联死亡？俄罗斯同苏联又有何关系？今天的故事啊，要从与俄罗斯有关的2个标签讲起。在上一期的开头啊，我提到过叶利钦身上有2个重要的标签，那便是俄罗斯人与东正教。在俄罗斯帝国时代，俄罗斯民族的认同已经完全形成。虽然俄罗斯帝国的半数人口并非俄罗斯族，但是上至罗曼诺夫皇室，下到圣彼得堡与莫斯科等核心城市的居民都以俄罗斯人自居。对俄罗斯民族的认同构成了俄罗斯人群的民族认同，而对东正教的认同则在精神层面完成了俄罗斯国家的统一。然而，在俄罗斯帝国崩溃之后，新建立的苏联虽然基本继承了俄罗斯帝国的版图，但在思想上却与俄罗斯帝国完全不同。苏联是一个以红色形态立足的普世政权，这样的政权天然同民族与宗教这些狭隘观念对立。自苏联成立之初，苏共中央就认识到过去支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与宗教势力是苏联价值观的天然敌人。作为苏联内部的第一大族群啊，俄罗斯族与其东正教文化也自然而然地受到了打压。自上世纪30年代开始，斯大林就积极推进对东正教文化的全面否定。其中的标志性事件就是斯大林在1931年下令炸毁位于莫斯科的东正教俄罗斯牧首座堂——基督救世主主教座堂。在30年代的大清洗当中，东正教的宗教人员也同样是斯大林的重点打击对象。其实苏联的逻辑非常明确，苏联的意识形态意味着他们对宗教与民族主义零容忍。至于俄罗斯，只是数个加盟国中的一个。俄罗斯民族与东正教文化在苏联不具有特殊性，被重点打击，也仅仅是因为俄罗斯人在苏联人口构成中占比相对较大而已。客观而言，斯大林如果有足够的时间，确实可以通过以上手段消灭东正教会与俄罗斯人的民族意识。然而，一件意料之外但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却让苏联没能完成对俄罗斯民族的全面改造。在斯大林的设想当中，想彻底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苏联，根除民族主义与宗教势力，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然而30年代的苏联政府虽然强硬，可是已扎根俄罗斯数百年的上述势力早已深入普通俄罗斯人的生活当中。想完成彻底的思想改造，斯大林最需要的其实是时间。然而时间恰恰不站在斯大林这边。1939年9月，德国开始了对波兰的入侵。虽然此时苏德之间有互不侵犯条约，然而深知希特勒侵略本性的斯大林知道苏德之间爆发战争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如果以打赢苏德战争作为前提，那么苏联便需要团结一切能团结的力量，哪怕是之前不那么认可的力量。在长达10年的压制之后，东正教会的势力虽已大不如前，可作为曾经的国教，东正教依然支配着许多俄罗斯人的精神世界，特别是那些苏共还没有完全渗透到俄罗斯农村。为了战争动员，斯大林需要这些地方的人力支持，而想在这些地方顺利动员，斯大林又不能继续保持对东正教的全面压制。于是自30年代末开始，斯大林不仅放缓了对东正教的迫害，甚至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后，主动为俄罗斯民族与东正教站台，以团结那些深受教会势力影响的俄罗斯边民。而在东正教那边啊，时任全俄东正教会临时牧首谢尔盖也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他没有像当时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那样起兵反对斯大林的统治，而是在苏德战争爆发当日，就以东正教领袖的身份呼吁全体俄罗斯人参加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并领导东正教会全面服从斯大林的领导。随着战争的进行，斯大林意识到东正教虽然与苏联的意识形态有冲突，但却是推行自己铁腕统治的利器。作为基督教最重要的分支之一，东正教在东欧与中东社会中都有巨大的影响。权衡再三之后，斯大林为了实现苏联的霸权梦想，决定继续抬高东正教的社会地位，并破天荒地在苏联体制内部组建东正教事务委员会。斯大林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东正教在苏联境内的影响力。随着东正教的复苏，苏联的身影也开始同俄罗斯重叠在了一起。在30年代，斯大林的铁拳并非仅落在东正教会上。从宗教层面上来说，不管是苏联境内的犹太人还是穆斯林，其宗教活动都受到了无差别的打击。然而，之所以敢根除宗教，是因为在铲除了宗教势力后，红色意识形态将占据苏联人的精神世界。
可是宗教思想可以根除，语言文化却不能根除。对于苏联人而言，一种统一的语言又是绝对必要的。有鉴于俄罗斯族在苏联人中占比最大，自斯大林开始推广俄语，又成了苏联官方的一项重要任务。从目的上讲，苏联官方在那些非俄罗斯地区也要推广俄语教育，是着眼于整个国家内部能无障碍沟通。然而，以俄语为主体，不仅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俄罗斯族的民族意识，还激起了偏远地区民族的反抗。二战结束后，为了应对偏远地区对同化政策的拒绝，苏联当局将大量资源倾斜到了那些少数民族地区，其结果就是俄罗斯族没有失去作为主体民族的意识，却认为自己的资源都被苏共中央分给了少数民族。于是，在东正教会逐渐回归俄罗斯人生活之后，旧俄罗斯意识的觉醒变成了一件无法阻挡的事情。在苏联停止对东正教会的打压以及并未中断对俄语的推广的一刻，苏联同俄罗斯就已经画上了等号。然而，苏联同过去的俄罗斯帝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俄罗斯帝国为了维持对边疆的控制，大量非俄罗斯族以及非东正教的领土都是以自治的方式进行统治。然而，自诩为普世国家的苏联在同俄罗斯妥协之后，却并未停止对少数民族的同化。到了苏联统治的后半场，少数民族觉得苏联在摧毁他们的文化，而俄罗斯族又认为少数民族分享了太多利益，已经俄罗斯化的苏联既不能公正对待所有人，也无法再次开始对俄罗斯的全面否定。最终，少数民族与俄罗斯族互相看不顺眼，认为苏共中央割自己的肉养活少数民族的俄罗斯人，对苏共也是越来越不顺眼。到了苏联统治后期，许多俄罗斯人发自内心地认为，摆脱了那些趴在俄罗斯身上吸血的加盟国，俄罗斯会变得更强大。而这些俄罗斯人根本没有意识到，定都于莫斯科的苏联此时已经是上百个少数民族围绕俄罗斯人建立的国家。俄罗斯人在经济上对少数民族的补偿，实际上仅仅是推行同化政策以及促进内部流通的必然代价。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人看苏共越来越不顺眼，他们迫切需要一位真正的俄罗斯人来代表自己。而就在这时，俄罗斯农民出身且被东正教洗礼的叶利钦走进了俄罗斯人的眼中。叶利钦早年的成功有很大的偶然性，然而在抱住了戈尔巴乔夫这个大腿，并成功上任莫斯科市委书记之后，叶利钦实际上已经具备了俄罗斯领袖潜力。作为一个俄罗斯人，他非常清楚俄罗斯人在精神深处的需求。他在任期内只做了2件事，一件是不断挑战权威，大量撤换苏共委任在莫斯科市内的官员，而另一件则是在莫斯科市内恢复俄罗斯传统。短短2年时间，以莫斯科市民为代表的主流俄罗斯人都开始相信叶利钦就是那个天命之子，就是那个能够复兴俄罗斯文化的人。这种信任让叶利钦在被一撸到底之后能快速凭借俄罗斯人的民意重返政坛。而在被俄罗斯民意抬回来之后，叶利钦又开始裹挟民意，准备成为俄罗斯的领袖。1990年2月，莫斯科市民们隆重举行了基督救世主主教座堂的重新奠基仪式。这一行为预示着东正教将在新的俄罗斯重新回归近似国教的地位。同年5月，在万众簇拥下，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不过，这个居居苏共中央之下的职位并没有让叶利钦满意。他公开放话，俄罗斯宪法应优于苏联宪法，而这种明目张胆的独立宣言居然获得了俄罗斯人的一致肯定。1990年6月12号，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自此，苏联内部最大的加盟国俄罗斯实质上成为了不受苏联制约的独立国家。直到现在，苏共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丧失了一切统治基础，俄罗斯正在彻底抛弃苏联这个空架子。此时的戈尔巴乔夫自以为已经讨好了一切，他终于完成了对苏联的改造，可以安心做他的苏联总统了。然而，戈尔巴乔夫的总统只是大梦一场，马上他就要迎来梦醒时刻了。